看优酷我们恋爱吧第6季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王聪。山海一路有你，为爱品味朝夕。本节目由39味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。赶紧来欢迎一下我们观察室，首先是几位老朋友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嗨。当然这一季咱们班来了2位新同学，欢迎安娜、大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主要的知识输出这一季还要养张晶姐，没问题。我这一季励志不搞笑了。那你搞啥？上一季有点太酸了，所以这季打算稳重一些。千万不要，就等着看你现包呢。甭管了，你甭管了。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吧，啊，从现在开始稳重。我就好好录回恋综，我看看怎么练的这回。安娜应该是第一次录恋综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对录恋综有什么期待吗？你觉得观察室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觉得大家在这边聊天特别有意思，然后吃瓜，还有就一桌的人陪自己一起吃瓜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就跟周周一样。你知道我啥样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摇人。谁澳洲还没个朋友了？周周啊，就是被剪掉的内容远远大于播出来的内容。好嘞，那大为呢？听说也对恋综非常有兴趣。我比较期待是在现场能听到大家被剪掉的内容。对，这都是什么期待？静姐已经到第6季了，这一季您有什么新的教学目标吗？我其实觉得我这一年又成长了很多。恋爱方面的成长吗？对，但我感觉今年又看淡人间，看淡了很多。咋，静姐感情遇到一些不顺了吗？他敢看淡人间了，剪掉。要这么直接吗？对，胡说八道。周周呢？周周这一年有遇到想把去年的技巧在他身上用一用的？没有。问题还没问完。没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就开车完了故意假装去后面取东西，对，没坐过副驾呢，还都哪有机会，一直坐后座。那周周上一季学到的一些什么撒娇啊、夹字音啊，有稍稍的找对象实践一下吗？气声。这么平淡的一年，只有工作。这一年工作更努力了。你问完这个问题，他脸上心如死灰。说好了的不搞笑呢。沉稳。周周。这一季的正题了，而且这一季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主题，我们把人群分成了4个象限。现在我们的观察室也可以翻开笔记本的第1页，这个就是我们的4个象限。我们在看今天的真人秀之前，我们先让各位嘉宾选一下自己的象限吧。这个谈的少跟谈的多的，它是就你自己定义，你自己的理解。哇，静姐那好像几何考试上面画的图形。哎呦我干啥呀？谁刚才拍桌子来着？他偷看我。那作弊不可以啊。好难打呀！老钱，那你得谈多多呀？你画这么慢。这线不够长，那拉到那头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亮一下答案。我就是谈的少，但很会谈。这2个是满的，然后这2个是很少的。因为我的感情太长了，长到没有办法多。对。这么展示吗？谈的较多，有点不会谈。哦，你还给他加了有点儿，就是也没有那么不会谈。不太会谈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谈的少也不会谈。这件事我在来之前跟导演聊了一下，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，我说我觉得自己特别会。然后呢，他问我知不知道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，怎么让2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好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完全不会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对自己的认知，现在往下移了一点，移到了不会谈。
对，我跟安娜现在自我认知是一样。对哦，我弹的不是很多，因为我每段都很长。我们来看看最后理论知识最丰富的姜老师。对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哦，我画了一个人类的规律。哦，就是所有人都符合这条曲线。当你弹的很少的时候，你肯定是不会弹的。然后慢慢弹的多一点，水平会越来越高的。遇到那个特别好的人，你就会很会弹。但是如果你的数量一直在增加，这个也分了，然后又多一点，又多一点，又多一点，显然说明你是越来越不会弹的。否则你不会弹那么多，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哇，原来如此。据说啊，这一季大多数的嘉宾他们都不是太会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的恋爱旅程吧。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. 哇哦， My love is deep. 好漂亮。 The more I give today, the more I have, for both are infinite. 天气真不错，你们好，现在是我一个人。哒哒哒哒哒。I stay in my mind, you raise the 好嗨啊！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。这真的是不会恋爱的人吗？好问题。我不会错过嘉宾了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哦，哦，哎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女生吧？对，错过嘉宾可就尴尬了。哟，那个笑容也太会了。哇哦，夏瑞，她很明媚。哎，刚才那个角度有点像彩儿姐，像不像？像吗？Hello，嗨，姗姗来迟啊！姗姗来迟，你好。好，我帮你拿一下吧。那男生蛮高的，对，有点分量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要不我帮你？没事，不需要，你可以直接上车。我还以为你会帮我开门，所以我想等你帮我开门。这是不会啊，这是不会恋爱的。你们对不会是有什么误解啊？不会是那女的会冲上去说我自己拿，不要你帮我拿，那种才叫不会。那叫彪，那叫。这多会啊！学。行，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躺个头。哎，行那个座椅你要觉得那啥，这儿可以调。行，谢谢师傅。OK， 不客气。谢谢师傅。你是等了好久是吧？昨儿就在这儿了。你好，北方人。你叫什么？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夏瑞。夏瑞，我叫周轩宇。你好，你好。你要冷，我们可以把空调关上。对，还可以再小一点，或者不直吹你，那个也可以调的。你干销售的吧？话有点太密了。笑死了！我一直在介绍这个车，这空调怎么样？不错。不是，我怕你冷。风力一流。没有，别紧张。然后就不说话了。你这穿的还挺正式的。哦，是吧？我穿的有点挺休闲。没事，大家就是混搭风。到时候一看大家都穿晚礼服来，然后那不能吧？我就，那这样你才足够特别。他们俩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吗？他们真的不会吗？特别不好看，是吧？那没毛病。老秦，这个适合你。为啥？
很会开玩笑。这太会开玩笑了，他话我都接不上。感觉你还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我听你这口音有点熟悉啊，非常明显的写在我的脸上。对，你一开口，哦，没有什么神秘感的一个女的，就是地道的，就是地道。巴黎倍儿甜，巴黎倍儿甜。我挺冒昧的。为什么很冒昧？静姐，你会念吗？巴黎倍儿甜。哥们儿，巴黎贝尔甜，巴黎倍儿甜，巴黎倍儿。哎，这天津话了。刚刚我说挺冒昧的，静姐还问我为啥冒昧，因为你念不出来。巴黎贝尔甜。认可哦，22岁，22岁，可爱型的，她好可爱哦。对，大学刚毕业。好可爱。再不来我就要被蚊子咬死。他还会自己跟自己讲话。Hello。啊，齐备。这也是个可爱型的男生，应该年纪也很小。韩式炸毛头。 24。Hello。外卖是你点的单吗？终于到了。上吧。哦。等会儿。骑着车载女生也太……我帮你推着，你上吧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任可，任务的任，可以的。任可哦。你可以叫我。我叫。行，我叫金一贤。谢谢。行，那等，那咱们走吧。好。这个小车好有意思。对。哈，这画面太可爱了。好可爱哦。你希望别人叫你全名，还是有别的昵称？有别的名字，就是我朋友们叫我狗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是 ENFP。 快乐小狗以前，但现在变了，现在不是 ENFP 了。现在是什么呢 ？INFP 了。不告诉你，你猜吧。好。你有没有什么外号？你可以叫我可啊，可以可或者小小。小。对，大小的小。哦，大小的小 ，OK。小。骑小电驴还蛮舒服的。对，它有风可吹。对。 我还以为在这边能让我自驾一波呢。哦，开这个。这个也挺好的。对，好。我之前只刷到过小狗坐在我这个位置上。小狗。狗哥和小狗。就是咱们应该换一下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如果速度太快的话，你跟我说。不快。 哇哦，好漂亮，有点好看，真的。是的。哦，这条路好漂亮。你拍照好看吗？其实我不怎么拍照。我说给别人拍。哦，那还行。没人要给你拍照，想的挺美的。 我想说，如果一会儿我看那姐儿挺漂亮，我让你给我拍照，可以啊，好看吗？有种汪小菲跟应采儿在谈恋爱的感觉。有，哎，真的耶！笑的时候牙和嘴忍不住。哦，他们接第3个人。 哇，文艺男。哇，这一季好颜值。井柏然，这是井柏然。黄景瑜。有一点。
你俩要戴眼镜。嗨，你们好。Hello，帅哥。Hello， 我来帮你放下行李。哇，好帅！谢谢，你也很帅。哎，男生彼此见面会夸好帅吗？不会，尬聊，就是在尬聊。一般都是哎撞了或者啥的，哪有这哇，好帅呀，什么鬼呀？哎呀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周轩宇，怎么称呼？桂天宇。桂天宇 ，Team， 对。哦 ，Team 就 OK， 就 OK。好的。感觉这个地儿，我想想啊，能放得下吗？我觉得要不咱放后座吧。可以。谢谢。这箱子看着也没多轻。大家的箱子都蛮有分量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叫夏瑞。OK， 我叫桂天宇，或者你可以叫我 Tim。Tim。对。OK。看你怎么好记一点。热吧？热死了。热吗，兄弟？很热。好，你坐一会儿就好了。对。然后咱们就出发。啊，走吧。走吧。你穿的也挺正式的哈。对。看吧，我说吧。没事，我觉得就是我俩不算那种特别正式，就很稍微休闲一点点 ，smart casual 的感觉。哇，他这名好记啊 ，Tim。那你的朋友一般都会怎么称呼你？他们就叫我 Tim， 或者叫贵贵、小贵、贵哥，或者是阿贵，各种贵。平时大家都叫我瑞姐。瑞姐。对。瑞姐和贵哥。贵哥。突然社会了起来。天哪！其实，平常大家也叫我宇哥了。今天天气确实还不错哈。哦，是哈，阳光也挺灿烂的。尬聊。行啊，得亏不叫贵姐。贵姐。治胃痛还养胃，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。治胃痛还养胃，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。果冻海，哇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一到海边你就有想恋爱的感觉。他们有那个纵向线。对。哇！好漂亮！太好看了。潘千荣。不行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装不过1分钟。哎呦，这能行吗？在沙滩穿高跟鞋，好勇哦！哇！我要干嘛呀？我直接把照片都公布出来了，可以先挑了。好漂亮！哎呀，有人来了！运动型儿，眼睛有点像韩国的那个谁。狗焕稳了这一集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哪里就稳了？为什么？这全明星长相，男男女女的，稳了。颜值都挺好看的。第一把已经赢了。穿西装。
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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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啊，这么客气。Hello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握手。我叫 Gerald， 可以叫我康康。康康。嗯。我叫潘千荣，可以叫我奶绿。奶绿。奶茶加绿茶。Hello， 还有这么介绍自己的？奶绿。你是第一个到的。对，我第一个。好紧张。我也好紧张。你鞋进叉了吗？我鞋已经开始进了吧？我们高跟鞋我一进来就脱掉了。你好高啊！你好高啊！哦，这男的的确很高。还好吧，垫了，都是垫的。我画可能一开始会比较少吧，熟了就很多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感觉他们两个都很内向，I 人。你今天的这个裙子很适合的，很适合沙滩，就是这种风格。你看这儿有，这儿有，你看这儿有，这儿有，我们的脸，所以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大家的样子。哇！哇哦，这个是你吗？这个是我，看不出是我。那你看哪个是我？这也是要命题，猜错了很难的。这个吧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这照片选的很好啊，选的很好啊，是吗？拍的很专业。我觉得他有一点像。像什么？你觉得他有没有像一个艺人？像哪位艺人？猜不出。像黄渤。有吗？这样说会不会有一点点？没有，但是他是很帅很帅的黄渤。那黄渤也不开心呀。他说的是黄渤，我都不知道谁该伤心，谁该开心。高配吧。黄渤也很帅。哎呀，说错话。还没开始5分钟你就说错话。谨言慎行。你有看到彩虹吗？没有。没有了。我那天也错过了一个彩虹。哦，那里。哇 ，OK。哇，真美。哇哦，这个彩虹哎。你这衣服挺好，热吧？还好。又回到衣服的话题。哎呀，我脸是不是红了？好烫，我脸好烫。那天你说他说我脸红了，是不是在释放好感？意思就是我为了今天很有礼貌，然后热得要死，然后又被你看穿我是刻意打扮的，所以就害羞了。你热吗？哎，对，你可以喝水。我们要不拿杯子吧？我拿了一个。我坐那儿。你坐那儿，那我坐你旁边吧。好可爱哦！我很庆幸你是个比较E的人。哦，有人来了，好像。哦，他俩好可爱。这是一对小可爱。嗯。Hello。你好，你们好。你的脚没事吧？没有，我高跟鞋脱掉。哦。我叫康康。哦，你好，金宇贤。对，可以叫我狗哥。狗哥 ，OK。康康，然后。哎。奶绿。我叫任可，可以叫我小小或者可可都行。小小，对。哦，好像。有人来了吗？3个一起。我怎么感觉这两人像牵着手过来的？那个女生也光脚来的。哦，她也是高跟鞋。Hello。你们好。
你会觉得谁很突出的觉得他应该很会，谁很突出的觉得他应该真的很不会？我感觉 Tim 是蛮会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他不是没怎么说话吗？就是因为他没怎么说话，所以他比较会。他也不尬聊，他也不急着介绍自己，然后他也不急于表现。因为不会谈的人就会很容易局促。比如说奶绿。对，比如说奶绿，他就会有局促感。大为呢？大为对谁印象比较深？其实我觉得周春雨跟夏瑞，就是我会觉得周春雨她是比较会打扮自己，会知道说，哎，衣服衬衫要开到这儿，然后戴个项链，然后抓个头发怎么样的，然后看到人的时候，会笑一下。我觉得她有一点会，她可能会吸引异性，但不知道会不会谈。哇，这个好准确，棒棒的，棒棒的。你把女生想得太简单，多开2个扣子，戴个项链，女生就，我们是这么看的吗？姐，是这样的，他讲的是男生，男生里面真的分这2档，会和不会。像我就是完全不会，因为你扣子扣太高了，你先把它打开来。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宇哥肯定是会的。现场让解个胳膊扣解开，解了扣就会了，吓死人了。而且感觉我和安娜就偷偷往这边瞄了一下，看了一下。我是真的很认看了一下，确实挺高。我对那个夏瑞他那句说“你不帮我开一下门吗”印象特别深。我一是不会想到别人要帮我开门，然后2是就假如别人没有帮我开，我可能就自己去把门打开了。就是他会主动的去 cue 一个这样的一个事。对，确实是我没见过的。那个夏瑞，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。夏瑞有时候你可能看着她好像很会沟通，很会表达，很会外放，但她这种女生可能，因为我也是这种人，但你说我会谈吗？但其实恋爱经验就那样。对她这种处着容易成哥们。对。你这个藏的好流畅啊！哥们，我现在会了。我回去还跟我老公哥们儿哪里不对啊？哥们儿，1年了都成长了，就这方面不成长一下吗？哥们儿，再见！来，赶紧。咱俩坐一起对吧？好，走。对，这张吧。是粉的吗？对呀，这是白的。谢谢这个座员。你要拿吗？我去帮你拿一杯。我来。你不是不太方便吗？我现在脱鞋了，我健步如飞。Tim， 你是哪个 Tim？ 啊 ，TIM。TIM 哦 ，Tim。OK。你有没有小名？我的小名叫大宝。SOD 蜜。对，大宝 SOD 蜜。我们干一杯。很高兴见到大家。Hello。终于见面了。太期待了。干杯！节日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春节快乐。我说个话，咱可千万别剪上。这集男生都有点像杀猪盘。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个有意思，详细讲讲。杀猪盘不都是经典这长相吗？长得是吧？对呀，就长得，你不知道杀猪盘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杀猪盘就是网络那种诈骗男性，然后用的照片是吧？对，你怎么这么熟呢？法制进行时看得多的，很像。然后穿个西装或穿个小白 T、小白衬衫，拍照都这种劲，然后今天喝个咖啡，明天什么谈个生意什么的，都这种。哦。见到大家就不紧张了。很紧张是吧？刚才只有我跟他2个。哦，那是。然后我话比较少，所以。你们2个是一起来的？我跟他单独来，他先来。然后他们2个是一起来的。哦。我先骑的那个摩托车先接上他，然后一块来的。哦，骑的那个车。是我们觉得特别炫的那个吧？那个搞这个小车租赁，带一斗，就是人可以坐那个旁边的那个，真挺炫的那车。那贼浪漫。偷看。太小了，那个位置特别小。确实穿得很优雅，然后在那个车上反差局促。给我安排的好啊，我这左膀右臂。哼哈而将的，我俩成你保镖了。来吃吧。我对鱼过敏。哦，你对鱼过敏。对。那最好是都别碰。对，我就不吃了。给你整点呗。
你要有什么忌口吗？最好是快就完了呗。哎呦，哎，那个有酒精吗？小小，有。你的呢？我这也有，但我这有点重感觉。你是经常锻炼是吧？还好还好，有点那种黑皮体育生的感觉。在户外一般都没锻炼，就在外面纯晒太阳。你是哪儿人？我是新加坡的。嗯。我刚从新加坡回来。真的吗？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有没有遇到他？哇，就是我接下去新加坡玩。他真的不会吗？挺会的，应该挺会。哦。那你呢？我。你猜，是中国人吗？当然是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呢？你猜？四川人。不是。上海人。不是。北京人。对，可以，3下就猜对了。啊？不像啊。他口音怎么那么不完全没有北京口音？那个男生没有，女生挺重。男孩可太不像了。你是北京的，那你俩应该是一地儿吧？你俩都是北京的吧？嗯。你在哪儿？海淀。哦，海淀。我海淀工作，但我家在丰台那边。还行，也没有特远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南京人。江苏南京人。我觉得除了夏瑞，其他都挺像南方的。我觉得他也是北方，他也是北方人。对，我是北方的。他比我还北，肯定的。对，没毛病。你懂你了。我没有人猜对过我是哪里人，从来没有人。福建。啊？猜对了。他猜对了。福建。对。哦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我是福建人。好厉害！你怎么猜到的？你往偏的猜是吗？没有，因为福建女生很漂亮嘛，对吧？哇，哦，这个是会的，谢谢这个是会的。像杀猪盘了，是吧？老会讲话了，你知道杀猪盘就特别会哄女生。这么一下我就弄明白了。各位女性要小心杀猪盘。我祖籍也是福建的。真的吗？那你讲闽南话吗？會啊。我也會。我咪是有講。你係有講？哦。有淡薄無小強，新加坡。但是也要聽。也要聽。那个真是加密了，根本听不福到。建話。我會曉。我買曉，你買曉？我嘛是啊。你都會人啊？台灣人。台中。剛聽你的口音就很親切。是啊。哎，跟你不存在。你们2个可以讓他說台灣腔了。哎，對，快點。很機車哎，很機車哎。哎，你没有看到你们照片在上面吗？看到了，但是为什么有2位在下面？这默认已经分好了是吧？海岛初见就从一句“你好”开始吧。哇哦！请依次来到立麦前进行自我介绍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恋爱说明书，并在恋爱象限上标注自己所在的坐标。无限的未知与瑰丽，除了星河大海，还有我们这个夏天即将发生的故事。哇哦！文豪写的诗。谁先来？那我先来啊。行，随意。这边有恋爱说明书。你找找你的信。很干净。喂，test test，1 2 3 1 2 3。这麦也太矮了。这两个。左膀右臂啊！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坐着。咋弄？这儿。
好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吧？好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夏瑞，27岁，目前和朋友经营一家公关公司。大学学的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，电焊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外表时尚，内心保守，为人不算特别老实，但天生胆小，我称之为谨慎。前后呢，谈了很多年的恋爱，但加起来也没有几个前任，算是马拉松式恋爱选手。对待感情非常认真，痛恨快餐式恋爱，属于一旦认准了就不撒手的类型。恋爱方面属于主动出击的选手，勇敢追爱不害臊，信奉爱情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但这不代表我会死皮赖脸的追别人，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些小技巧，让对方爱上我而已。虽然在了解阶段，我的撩人话术经常被朋友们吐槽像个油男，或者套路过于明显，但我觉得有用就行。黑猫白猫，逮着耗子就是好猫。太悲情了，有点逮着耗子。诚寻一位五官端正、身心健康、无不良嗜好、踏实靠谱，最好还能有点小幽默的、大大方方的男嘉宾。有意者电联，非诚勿扰。OK， 一人实锤。这是要怎么弄？你们觉得他是属于会弹还是不会弹那个？会不会的。啊，我也感觉，就是他可能是看起来比较会弹那个。哦，人贴在了会弹那块。会，那只是他原来掉的那个地方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了。我赞。下一位，有谁想做勇敢的第二位吗？我来吧。啊，你来。哦，好。对呀，好不容易出声了，那个刚刚好害羞，刚好是我的。好。我叫任可，我的名字很好记，它的谐音就是认可，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。我今年22岁，然后刚毕业于复旦大学，之后会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。哇哦！然后平时喜欢摄影、音乐，还有游泳。我拍照还不错，很愿意给大家拍一些漂亮照片。我的人生梦想吧是组建乐队。哦。我觉得梦想是不一定要实现，它只要摆在那里，它就会提醒我不要做一个无聊的大人。截至目前的20几年里，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母胎单身。除了亲身实践，我好像通过许许多多的划入自己的安全区。我不太会恋爱，担心自己在恋爱关系里会有些幼稚任性，但我还是期待恋爱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获得一种爱的魔法，我希望是可以对自己喜欢的人勇敢100次。这女孩好乖啊！你有没有刚刚发现，女孩说我是一个母胎单身，几个男生就开始这样，脸开始表情消失了，整个凝练了。那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就会特别慎重的对待这个姑娘，怕她受伤害。对。你们会不会听到一个女生母胎单身会？但是这姑娘讲的后面那句话特别好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在意什么因为受伤而怎么样，我会愿意付出的去对男朋友好，她不是那种小鸟容易受伤。
初学的人，你会想要去扶他，那是一种本能嘛。懂了，以后遇到人都说我母胎单身，你有点难，你这个之前说我没谈过恋爱。我来，你想先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这么高你们！我叫潘千荣，我是 ENFJ， 然后他是 E， 对，他是 E 人啊，他很像 E 人。我在生活里面是一个没有成就感就会疯掉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在探索这个世界，然后我也喜欢从生活的小细节里面去发现商机，所以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的职业。小细节，商机。投资经理。有点像哎。风投。是金融行业吗？对。证券、券商。差不多，对，股票投资分析的。哦，哇，很厉害。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开始拉生意，有实习机会吗？开实习证明。之前一直在加拿大工作，然后现在是回国发展，上个月刚回来的。然后朗读一下我的恋爱说明书。哎，我写的没有大家那么的。呀，这个微表情是怎么回事，姜老师？有故事。这个E人，他是感觉要哭了。放松一下，深呼吸。等一下啊，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天，这个情绪起伏。这段恋爱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段恋爱应该不好，肯定很不好。从18岁算起，我只谈了一段恋爱。这段恋爱有3年，这3年里，我是一名纯爱战士，虽然是战损版。战损版纯爱战士。纯爱战士一般最后都是战损。这几年我听过很多人说我是恋爱脑，但是我想告诉他们，因为我是一个做什么都会拼尽全力的人，生活上是，事业上是，所以爱情也是。我妈说我头铁，要撞塌南墙才会回头。但是我觉得我很酷，用心写了，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尝试过了。我想，如果爱情来了，我还是恋爱脑一个，因为出现了一个让我想拼死去爱的人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在今天以前，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因为所有对方需要的我都给了。可是我好像忽略了，恋爱不只有爱他，我也得爱自己。我过于圣母心和讨好，不断的付出、原谅、拯救、纵容，可我自己变得紧绷、焦虑，甚至还想越给越多，而失去了自我。就这，我还得意的以为我很会谈恋爱。我想谈一场强强联合的恋爱，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但是在只有我们2个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幼稚鬼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把你带入进了一首我听了很久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坐过山车？我好想和喜欢的人坐一次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至少为了我，在过山车底下等我？我好想也被保护一次。你要吗？没事。没想到会哭的，就是，哎，对不起。不会。写得很走心。他是还没有走出来吗？不是，他应该不迷恋上一任，不迷恋，但是伤得很深。他只是不知道自己这个怎么办，过度付出，讨好型。对。他前面说的话，我觉得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
我们感觉自己付出了一切，然后能给的全给了什么的。就是我现在慢慢才知道，就是你付出的时候，那你有没有问过是不是对方想要的？对，这就是我在恋爱当中我会反思成长。对，这是我这1年才自省出来的。我每天都在想，哇，就是你是爱上了自己在爱的样子。也可以说是被自我感动，可是可能比那个自我感动更复杂一点，就是你感觉你是有爱的能力的，所以一旦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么满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那人根本不领情，那你就跌到谷底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劝很多付出型的女生，其实你的付出有时候真的不值钱，不值钱的原因是因为你决定了它的价格，可是对对方来讲没有任何 price 在那里。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，那男的又该怎么办呢？就是那种给的特别满的那种的。我们先问，如果这女生一上来就特别满，你能接受吗？这压力大死了，就大死了，这咋还呢？这不好还呐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好，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他前面受过很重的伤，对这段感情充满了泪水，你是带着啊好可怜、好可爱哦，我想要保护你，还是你会觉得？先解决这个事儿嘛，就等你慢慢过了这事儿再聊呗。聊天还不能聊吗？大为，你会跟一个还在需要疗伤期的女生迅速的发展一段感情吗？姐，这不敢回答。你说我愿意帮她疗伤，我们就是那杀猪盘。你提醒了我，大为刚要说愿意，我差点跳下去了。保护你一波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接受到很满的爱的那个人，有的时候我也无法表达出你给我的爱并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这个话是没有办法表达的。对呀，你哭爱，我就你别了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我不喜欢这玩意儿。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一股脑对你好，也挺好的呀。不，但比如就是你说的那个爱，可能是我觉得压力太大的，或者那就是分2种，一种是这个好我能接受，还有一个是自己不能接受，那聊呗。就是细分化，你这个我喜欢，你这个我不喜欢。我给你出份 PPT， 这听好了啊，这段呢我喜欢，这段以后别来了，我受不了。这绝对就聊疯了。但像你如果要跟别人说这个你不喜欢，你要怎么表达在不伤害？因为对方给你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在对你好。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刚认识秦老师的时候，然后我去剧组陪他，我就帮他洗袜子，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帮我洗，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，他说没事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你爱干嘛干嘛。我觉得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里面，慢慢发现说，原来陪伴是他最需要的东西，我不需要去呈现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对，所以遇到这种人要2部分一起说，直接讲，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什么感受，你可能会伤到一点点，但没有问题。还有下一句，你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什么人，我希望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价值，就你给他建立一个目标，他愿意往那边走。学到了，很棒的，很棒的，讲得很好。没有，来了，嘿 ，hello，活跃气氛啊！东北人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不能没有活。东北人，我是来自于美丽的槟城哈尔滨啊、如果大家之后去哈尔滨玩，可以来找我。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周轩宇，我是双鱼座。哦，跟我一样。俗话说嘛，双鱼男狗都不谈，是不是？来纠正一下风评。其实双鱼座也是蛮浪漫的、蛮细腻的一个星座。然后我的 MBTI 是快乐小狗。跟我一样。我是从事电商行业的，然后也在和朋友筹备做一个网球类的社群吧。所以说大家喜欢运动的，我们都可以交流交流。然后也希望这段旅程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。对，这就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。然后我先贴一下这个象限吧。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他是会谈。我谈过6段恋爱，好像谈的还挺多的，还挺诚实的。坦诚的说，我挺喜欢谈恋爱的。约会前在楼下等待的时刻，会不可控制的心跳加速。如果精心准备的惊喜换来他满眼笑意，就会在心里放烟花。
一起自驾，喜欢的人在副驾哼着歌，是全世界最珍贵的演唱会。无数个曾经相爱的瞬间里，我见过热烈且真挚的自己。朋友都说我恋爱时间不少，怎么归来还是恋爱脑？的确，抱着室友嚎啕大哭的是我，醉倒在饭店厕所睡觉的也是我。他还蛮逗的。对，人和人之间想要产生羁绊，好像真的就要冒着流眼泪的风险。所以现在的我会嘴硬地说，恋爱狗都不谈。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爱情，ENFP 快乐小狗的尾巴又会不由自主地摇起来，直球表达，主动出击，厚着脸皮想要和你多说说话。所以和我恋爱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做自己，有话直说，有脾气也不用忍着。关于海边的故事，从一起骑摩托、晒晒太阳、转转小岛开始吧。OK， 很棒。谢谢。要不下一个我来？可以。喂 ，OK， 大家好，我叫桂廷宇，我跟轩宇，我们的 MBTI 只差了一个字母，我是 ENTP， 然后我17岁就去了英国，然后我自己做摄影师。哦，我也先摆一下吧，这个，我觉得我不太会谈恋爱，我放在这里吧。然后从18岁算起来，我谈了不多不少，刚好3段恋爱，加起来总共有6年处于恋爱状态。然后去年夏天，我结束了我最长的一段感情，就是4年。然后这次分手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，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谈恋爱，然后浪漫跟爱又是什么？然后我认为的浪漫就是骑着电瓶车载着他去看风景、吃烤鱼。然后就是下雨天抱着他躺在床上听歌，我觉得也很浪漫。但是每一次他都会说我不是浪漫的人，所以好像我真的对浪漫过敏。如果这段旅程可以有个新开始，我会努力改变自己，从自己的舒适区里走出来，试着布置一次烛光晚餐，一次节日惊喜。我会学着去买花，同时我也愿意相信鲜花不是浪漫的全部，浪漫同时是从最平凡的生活里获得生命力。在我的想象里，这个女孩会充满阳光和自由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海边走走，也会边走边跳，那就我觉得很酷。我还想约你去菜市场逛一逛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那我来。你要来吗？嗯。你是压轴。我叫金以前，然后今年是24岁，是学的物理，现在是跨行业，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产品经理。我之前谈过4段恋爱，然后每段恋爱都不太相同，具体的原因给大家在这里面说吧。嗨，还素未谋面的你，虽然这段旅程还未开始，但我已经满怀期待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。从上段感情到现在1年半，我慢慢的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生活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封闭，逐渐不太敢和别人靠得太近，因为我怕他们会有一天从我的世界中抽离。曾经我以为我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或者说，我是一个很能共情的人，但是很强的感受力意味着我同样是一个很敏感的人。我会产生信任危机，也会过分的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。焦虑型。我曾经在同一段感情中被背叛了2次，却仍然选择了原谅。我对爱与不爱有清晰的感受，却没有理智的判断，所以我很难主动的去建立一段关系。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，也容易因为一些困难而放弃。我或许能做好1到100的过程，但我对于最重要的0到1却无能为力。在对自己做了以上深度的剖析之后，突然就想通了。我选择诚实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进行心所给的答案。所以，如果真当缘分到来，以身试险的事情，我不介意从我先开始。以往的感情经历把我困在了一个看似挺无解的命题里。热烈的爱和稳定的情绪到底能不能共存？我在这趟未知的旅程中会找到我的答案。如果你想聊聊的话，无论天气好坏，等我去找你。谢谢。写得很好哎，好感人哦这封信。然后，以前可能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，
现在我觉得我可能在这块吧。就是你们觉得他说这个经历的目的是表达他在恋爱里的什么特点呢？好问题。就他为什么会把这段经历拿出来在这个恋爱说明书里说呢？他想说自己恋爱脑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怕抽离，所以他很难做0到1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不能轻易爱上你，我爱上你之后，你要一走我就接不住了。对，所以一开始会很难。而且他应该受过啥伤？因为他说要热烈和情绪稳定不能兼备并存嘛，对吧？是原话吧？对你就可以想象他前面谈那个恋爱是那个样子的。康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康，大家可以叫我康康或者 J。我毕业于悉尼大学国际贸易跟市场营销专业，现在正在一个新加坡的物流企业管理培训生。我退休之后，已经到退休了，不刚上班吗？我退休之后，我最大的梦想是去泰国养水牛跟养大象。我比较慢热，相信跟大家相处久一点之后，我话会越来越多。我曾经历过3段恋爱，总共加起来有5年的时间。我觉得我是个挺大家都在下面，好拥挤，我们那一块。你们俩最会谈，好拥挤。我们那边好空旷好空旷啊！抱团取暖，上面的空气很清新啊。确实。其实我觉得不会谈不是一个缺点。对，可是到最后，希望那些不会谈的全部往上移。再喝一个吗？那我们再喝一杯吧。再喝一个吗？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玩得开心。我先夸节目吧，真心想夸，这个是从来没见过的恋综里边的形式，就是每一个年轻人都特别认真的，就是你会很快的了解这些人，我觉得他们都够真诚，胆儿都够大的，而且剖析的还挺直白的。对，是的。安娜，你的恋爱说明书关键词是哪些？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擅长沟通的人，我可能心里会有些想法，然后我也希望，我们两个可以变得更好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出我的想法。周周呢？纯爱战神，战损版，还行吧，看点好。小晴，你的恋爱说明书给你了。我的，我的就好好工作，别谈了。你觉得最浪漫的事儿是啥吧？我觉得这得对标，看对方什么样的女生喜欢什么样的事儿。
他说的有道理，就因人而异。他一看就是看人下菜碟那种人，那就说明他很会，他还能看人下菜碟。对，你看去年给你那个摔炮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很会啊，那就很浪漫啊。一进屋拿摔炮，啪啪。那你看摔炮对我来说都有用，笑得嘎嘎的。但你给其他女生就不一定，人家会说你有病啊。对，你有病吧？对，这因人而异。对。我妆花了吗？没有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好看。对，因为我一直刚刚哭。对对对，写的好深啊，好真诚。我就觉得，我现在这女孩泪失禁吧？这还是还想哭。我泪点很低，就我大喜大悲的一个人。啊。我感觉你现在好像还是想哭是吧？没有，你讲到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别讲了。哎，真的来了，对吧？他就是。我刚刚差点没忍住。哇哦！哦。来，你们拿一点牛排。好，谢谢。看我在这里。我感觉你就特别的北京大妞的感觉。是的，很大气，就是跟我那些朋友就很像。是不是年龄有些长了，有些就是在乎的事情就少了？没有，性格超好。我是 I 人，其实。你是 I 人？对啊，我没好意思说，我是 ISFJ。真的？是 I 人。震惊吗？所以你是 I 人里面很 E 的，他是 E 人里面很 I。这个真的，我是50-50吧，算是。我90几的 I。没事儿，不会让你一直挨下去的，因为我会一直 Q 你。那还是不要了。快说话。哇，他跑海里去了一会儿。他好可爱哦。我俩都是社恐。你是恐惧，我是恐怖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你刚才说你要去厦门大学读香港，我香港大学哦。你学？我本科是金融管理，所以我在为你实习岗位。可爱。然后研究生会偏工科。啊。研究生可能做量化那边。对，计算机。计算机加金融还是只是计算机？计算机加电子商务。哦 ，OK。转行了。有些人好像还没说年龄是吧？我说的。我是98的，26岁。我最老，我29。29，看不出来一点。怎么保养的？赶紧传授一下秘籍。你是在说怎么保养？对，怎么保养的？我刚刚反应过来，那29是什么很大的年龄吗？有被冒犯到。行，前面还说长得像黄渤呢。多吃，多睡，吃的多，多吃可颂，多睡觉，对，多在公园睡觉，一边睡觉一边可以呼吸公园的新鲜空气，大自然，对。你回国之后都在哪里待着？我刚回国1个月，一直在福建，但我想去新加坡来着。哇，哈哈，你在新加坡生活吗？对，我从小就在新加坡。我本来要去新加坡读书的。读书？听过 INSEAD 吗？你想去 INSEAD？我可能考不上。哪一个 campus？ 就是新加坡的。在我家旁边，真的吗？真的在我家旁边。真的，我的小学跟初中就在INSEAD的校园旁边。那还没有，先不要说出去，就是我没上，可能就不会再。你加油！咱们的 MBTI 都挺像，我感觉。然后星座这2个也挺重合的。他跟那个奶绿是狮子，对。夏瑞是，我金牛。金牛。那康康什么星座啊？我是双子。哦，双子。刚过生日不久。哦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哦，还是有点默契在身上的。你看他有想法了。因为他们两个好像。就2个很会的人。哦，谢谢。你反应真快哦。男生有想法，这就有想法了。这有几张卡片，我们谁抽到就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吧。谁先来？妹妹。
好。谢谢。我这妹妹给她抽一张。好，第一题先来。除了直说，你还会其他哪3种方式去表达我很想你？好难呀！这多简单啊！我很想你，我非常的想你，我超级的想你。大家真的是菜鸟，很菜鸟。陈小贤，除了我很想你，还有3种表达方式，你说出来，我们女生们判断一下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就是我很想你的意思吗？北方人都这样。秦老师也会平时想你的时候说干嘛呢？对，干嘛呢？那感觉干嘛很不想你，问你在干嘛？干嘛呢？如果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那是就是问你干嘛呢？就是这样，你不是你朋友说哎干啥呢？他语气不一样。对。大为呢说一种。在干嘛呢？在干嘛呢？因为其实我刚刚想的也是，就是在干嘛，不管是不是在谈恋爱的过程，还是说就是还在暧昧的过程，其实想人都会说在干嘛。对，安娜呢？可能就是今天过得好吗？吃饭了吗？睡得怎么样？其实问候生活可能就是表达一种思念的方法了。下一位。闭眼，然后描述出座位在你同侧的异性的穿搭，越详细越好。就是同侧。就我跟狗哥嘛。这没闭眼。已经现在就得闭眼。最简单。这对他太难了。康康他穿的非常的官方，很正式。很绅士，然后他就是新加坡黑皮王子吧，多加一个关键词。新加坡王子。狗哥就是有点痞的那种。过分了啊！过分了。就是痞帅的小男生，穿得很舒服。小男生。很休闲，很舒服，对。好，谢谢，描写很准确啊。那然后是我，如果今天晚餐结束后，你收到了在场某位异性的直球告白，你会，我首先我肯定会还蛮开心的，然后会去找他单聊，但是可能对我来说，一个晚上好像还不足以让我对某个异性会有很特别的观感，但是我觉得。每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很值得敬佩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勇敢的人，所以会很愿意和他单聊。对，这题是写给他俩了。如果你喜欢的人当下对其他人表露出更多的好感，你会？好问题。我觉得别人喜欢谁，我管不了，对吧？我只能控制我自己喜欢谁。但我也会暗送秋波，向你表达我的心意。但是最后你还是不喜欢我，那就算了呗，拉倒呗，我找别人呗。你能坚持多久？没多久。就是，但我觉得男生是那种，如果他刚开始不喜欢你，你花再久他也不会喜欢上你。对，确实，这种确实。就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那咱们就算了吧。结束了。想想，我刚刚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夏雨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是侧向那边的。但是最后你还是不喜欢我，那就算了呗，拉倒呗，我找别人呗。他叫夏瑞。夏瑞。小太逗了。来吧，夏女。跳舞是最张扬的悄悄话。藏匿着夏夜初见的秘密，请转身从你背后的花束中取出舞会卡片，代表你今晚的身份，不能告知任何人。沙滩 after party， 神秘的狼人杀舞会即将开启。天黑，请闭眼。太吓人了，看着刺激啊，真刺激啊！
狼人杀舞会。请抽到狼人卡的男生睁眼，请起身邀请你最想邀请的舞伴。奶绿，奶绿，哈哈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啊！智慧还养胃，本节目由3九胃台牌养胃书独家冠名播出。联合支持世纪佳缘百合网。恋爱观察员追踪不迷路，周一微博花絮随机掉落 ，SYP 每周2看正片上下集 ，YP 周2更新上集，周3更新下集和磕糖纯享版，更多精彩衍生连更不断。周4心跳加载中互动游戏，让心跳达成同谋。周5是即刻出发的爱呀，让出发与爱相遇。周6恋爱碎碎念，解锁我心中的秘密。周日生活手账，定格与世界的真真瞬间。SYP 还可以提前24小时解锁甜蜜加更哦。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搜索“我们恋爱吧”，参与话题互动 ，get 更多精彩内容。潮酷一代就用超酷的动态壁纸。买房卖房，直播看房就上房天下。学为贵，一站式留学，帮你上更好的学校。来咕咚 APP 体验全新运动数据分享状态。请想要与他共舞的异性起身邀请。这个你需要大家看着，这个需要很大勇气，当着所有人。会不会没人见呢？万一有2个人邀请怎么办？点头，他这个点头是这个点头的逻辑。公平竞争，信没信？对他应该没有。没有啊，可怜的庆。哇，那就全乱了，全军覆没，好乱，太匪夷所思了。